A 先生，技术部的同事找到了这个 A 先生，发现对面是个小号，我尝试加了对面，但没有回应，估计对方已经不用这个号。你说愿意为我做任何事？是的，我爱你。我是你的什么？你是我的主人，我绝对服从你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是圆圆。我找心理专家对这些聊天记录进行了分析。圆圆被这个 A 先生精神控制了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情感 PUA。圆圆和 A 先生确定恋爱关系是2024年的8月5号，从聊天记录可见，他们确定感情的初期还挺甜蜜的，但一切的转变要从10月20号开始说起。10月20号，他的日记风格突变，从原本阳光开朗的小女孩碎碎念，变得阴郁、扭曲，充满了自我怀疑和对生活的绝望。所以那一天，一定发生了什么。10月20日，A 先生似乎受了什么刺激，拍下了圆圆的私密照。他对圆圆的 PUA 也是从这天开始。我收拾就行。你先回去吧。好。10月20号是圆圆的生日。
圆圆，我给你转了点钱，哥哥今天还有工作，就不能陪你了啊。你跟你好朋友一起去看个电影，好好吃一顿，好好过个生日啊。我不需要。你不在病房里好好休息，跑出来干嘛？那我会上报李老师，让他来阻止你的。你不会的。原来梁老师还记得今天是我生日呢。梁思墨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还等什么？说定了。你在哪儿？我去接你。那我在宿舍楼下等你。你要跟梁老师一起过生日啊？那我们改天。改天什么改天？我才不跟他一起过呢。可你刚刚不是说，我那是骗他的。谁让他这么独断专行？还以为他能改变呢。我看就是本性难移。他说要一起过生日，我就得答应吗？我偏不。走，今晚有人请客，带你们免费吃大餐去。谁请客？梁老师？别提他了，是另一个青梅竹马的哥哥。那梁老师有点可怜。
圆圆呢？你把圆圆带哪儿去了？你自己的亲妹妹跑过来问我，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？哎，你哪位啊？我再问你一遍，圆圆她到底在哪儿？否则我马上报警。圆圆，梁思源，你认识她？那小女孩今天不是生日吗？我们小林本来今天答应陪她过生日的，结果临时有个商业晚宴去不了了，这不去不了了，给她包了个韩式餐厅，她带着她小姐妹在过生日呢。你跟她说那么多干嘛？你没去给她过生日。那餐厅在哪儿？餐厅在哪儿？圆圆是不是出事了？我带你去。哎，月玲，今天晚上那商业晚宴很重要啊，各大品牌都在。我找到圆圆就回去。妈，什么时候走的？我不是给她盯了一晚上吗？刚刚才走，那3个姑娘说好像是宿舍门禁还是什么，要回学校。圆圆是在今晚出事的，可现在月玲跟我在一起。如果我没来的话，月玲为了参加酒会是根本不会来圆圆的生日宴的。那么在今晚拍下她私密照的人，并非是月玲。月玲她根本不是 A 先生。难道从一开始我就找错了人？哎，你刚才那么着急，圆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这边打电话联系不上她。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？月玲不是 A 先生的话，A 先生到底是谁？哎，梁叔叔跟徐阿姨怎么会生出这种怪胎？梁叔叔小心！梁叔叔小心！你怎么了？梁教授，我实在是拦不住他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你来干嘛？我刚才做梦，梦的你在我眼前消失了。你们俩先聊，我去买早餐。你先说说吧。自从你们那个原始代码实验开始之后，我就变得神神叨叨的。我每天都做梦。你说是梦吧，又特别真实，就像是亲身经历过一样。刚才我就梦到，你在我眼前出了车祸。
我们的治疗今天就先到这儿。谢谢。你现在状态已经比5年前好很多了。但我还是很恨我自己。你既然早就知道魏先生的存在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你知不知道圆圆的死跟这个人有关系？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自私、懦弱，圆圆也不会出事。嘿，恭喜你！根本不会发生意外。哎，你们俩别吵，别吵。杨教授，你作为原始代码实验的负责人，情绪这么失控，真不像平常的你。说吧，那天在酒吧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天，我确实约了圆圆去酒吧，但是我的经纪人临时把我叫去了一个前辈那儿。等我从前辈那儿离开，再赶回酒吧的时候，圆圆已经不在了。这是分开多少天，我还留在原地搁浅。
月灵哥哥，我谈恋爱了，你一定会祝福我的，对吧？把自己上了锁，无处寄托，这伤痛真折磨。随着这漩涡缠绕着，把一切吞没。知道圆圆谈恋爱了以后，我想强迫自己不去找她，想彻底放手，但我还是没忍住。每晚都彻夜难眠，还没断了怀念。一个人在角落对自己说，别落魄，别坠落。无法改变的结果，时间没办法穿梭逃脱。你离开多意外，躲不开，怪我太深爱。城府在，这世事多难猜，多阻碍，多腐坏，黑与白，我活该。看窗外的还在，雪花白，没替代却萦绕在我脑海。明白我输在想不开的就是难忘怀。我要上课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过了第几年，相爱的人还没出现，每晚都彻夜难眠，还没断了怀念。一个人在角落。月灵哥哥，刚刚的事我们就当是个意外吧，好吗？最近没事的话，我们还是别见了。我昨天才跟男友确定了关系，我不想让他不高兴。那天以后，我就再没和圆圆见过面。她似乎在躲我。直到2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喂，圆圆，你终于肯理我了。圆圆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哪儿？我现在来找你。求你了，别开灯。好，我不开灯。圆圆，你告诉我，出了什么事？是不是你哥欺负你了？我现在去找他去。别走，不是的。好好好，不走不走。别看，我不看。圆圆，你别害怕，你别害怕，别害怕啊！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在这，圆圆。小林记者，你来了，这次又有什么事？李教授，关于原始代码实验，我想采访您几个问题，用来做一篇报道。别害怕。
圆圆死后，我也一直在找 A 先生。圆圆其实很早就跟我提过 A 先生，我当时没有报警，是怕刺激到他，想等他缓缓，直到平安夜。圆圆跟我说她想见我，还答应告诉我 A 先生的身份。可是，所以平安夜那天，你才会出现在公寓附近的咖啡厅等他。可圆圆跳楼时，你为什么也在那儿？一切的问题都是从这一天开始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原始代码实验暂停。不是为什么呀，老师？经过这几次的实验，我们的数据已经越来越丰富了。教授，你就别挣扎了，林老师已经知道你进医院的事儿了。我听说，从第2次实验开始，你在原始代码里数次遇到意外，甚至一度进了医院。子木，如果科学研究是以人体健康乃至生命为代价，那我要好好考虑这个项目的可行性了。不是，老师，你不要说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老道看来是决心要拦着你啊。我进医院了，谁告诉老师的？
绝对不是我，教授，我是坚定的良派啊。梁教授来我这小庙干嘛呀？这就是你不上班的原因。什么？所以你是真的准备放弃实验室的工作，决定改行当厨娘了吗？就算我改行当厨娘，也总比当你的下属天天被你蹂躏要好得多。说吧，你来我家找我干嘛？你知道老师停了原始代码的事吗？你想让我打电话给老师求情？是啊，你是老师第一个推荐给我的人，可见他对你的重视。再说了，平时他也是最宠你的，你说的话他一定会考虑的。可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为什么不帮我？原始代码这个项目一旦成功，那么参与这个项目的人，都将名留青史。那你要怎么回报我？我可不白帮别人忙。那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那就麻烦梁教授做个最简单的黄瓜炒鸡蛋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喂，李老师。居然做不出一道菜。你快吃吧。好。我给老师打电话求情了，他态度很坚决，实验暂时停止了。梁教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找到了，梁教授。圆圆当初宿舍的3个人啊，还有1个人留在了本市，他叫姚小玲，据说现在在一家传媒公司上班。影帝情人的秘密住所应该就是这里了吧？你好，快递。放门口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需要您本人签收一下。给。我没拍，拍什么呀？拍什么啊？拍什么？真没拍，什么呀？跟我走，我都拍下来，还不走？梁老师。梁老师，好久不见，没想到还能碰到你。是啊，5年了。梁老师，我猜你找我是为了圆圆的事情吧？
谈恋爱真好。那天晚上，圆圆也没有回宿舍。他一定是收到了 A 先生的信息。师哥，我查了圆圆生日当晚的短信记录，在他跟姚晓玲分开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给他发了短信，那个人叫杨彩云。他也是严大的学生。她是比圆圆高几届的学姐，我准备去严大打听打听。上次听你说了明媚酒吧的时候，我给在国外的酒吧老板打了电话，在后巷假冒我的那个人，我想我有办法找到他。保持联系。保持联系。杨彩云，杨彩云自从4年之前出国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。梁教授，您打听她做什么？您说她出国了？啊，梁教授，你先坐，先坐。哎呀，她应该是2025年初出的国。说起来啊，还感觉有点可惜。这姑娘以前可是我们新闻系的一大学霸。专业技能也优秀，各学科呀也没有短板。如果让他顺利毕业的话，估计他以后会是一个很优秀的记者。只可惜，原来林玉超也是这一届的学生。是啊，不过话说啊，我们这一届的新闻系可是出了不少名人的。哎，这不就是杨彩云吗？戴着眼镜也不咋说话。这不就是杨彩云吗？哎，范老师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出国吗？这具体原因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当时新闻系内部啊流传出一个消息，说他好像是失恋了，有点受不了打击，所以就选择了退学出国了。毕竟是新闻系的学霸嘛，总要多受些关注。那他出国之后就没再联系过你们了吗？当时她在班上啊，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，也没有人知道她男朋友是谁。不过过些日子我们同学聚会，我往她以前的邮箱里发了邮件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。谢谢范老师。没事。这个是那天我让他们调出来的监控，你自己看看吧。谢了，兄弟，改天请你喝一杯。一杯哪行啊，不得10杯啊！你先看啊。这家伙生性跟我差不多，又故意穿着跟我一模一样的外套，看不清脸，难怪梁思慕会误会。卑鄙！找到了。这次周年庆的照片，我请了很多的网红，那就麻烦老师好好给我拍好不好？因为我要放到酒吧的宣传册里面。对，好，那谢谢。哥，你走路不出声啊？
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周年庆的照片，你们每年都会拍对吧？那5年前的照片现在还在吗？好像有，反正他每年拍的照片都会放到一个 U 盘里面，我给你找一找。太好了，哥，你开个价，把5年前的照片卖给我。卖啥呀？送你，请我喝酒吧。必须的。行。老师，你来是为思慕说情的吧？老师，您和梁教授认识的时间比我早，应该知道他对他妹妹梁思源的感情。如果真的停掉了原始代码实验，他可能这辈子都寻找不到妹妹死亡的真相了。所以，我请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你还记得原始代码项目开启的初衷吗？老板给我的周年庆照片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总共有500多张照片，看来咱们今天是要通宵了。梁教授，你们做科研的，是不是都经常通宵啊？家常便饭了吧？通宵，那是对你这种普通人来说的。说谁普通？第68章。你划那么快，你看没看啊？68。梁教授，你在家吗？我想过来找一趟你。我在呢。李老师让我把笔记带给你，你方便吗？可以啊，梁思慕，就是这个人，他手臂上的疤一模一样。孙叔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事来不了了，我先挂了。喂，谁啊？挂这么快？杨曼，突然就给挂了。杨小姐，你俩就这么没话说？不是吧？你不会看不出来杨小姐对你有意思吧？大名鼎鼎的梁教授梁思慕，在爱情里是个爱情白痴。你能不废话了吗？怎么样？查到什么了吗？就是这个人，你看，即使是在周年庆的活动，他还是戴着帽子、戴着口罩，根本就拍不到他的正脸。不过，这条疤就跟在酒吧后相亲拜的那个人一模一样，绝对是他。杨彩云出国后就没了消息，他的这条线索算是断了。但是从他出国的时间上来看，他是在圆圆出事后不久就走的，所以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一定知道些什么。
可是，咱们现在联系不到杨彩羽，这条线索已经断了。这个人又把自己伪装的这么好，藏得这么深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对了，这酒吧周年庆，你不是就在现场吗？你有什么发现？怎么可能？我除了上次在原始代码去过，我什么时候去过酒吧呀？怎么不可能？你看，都给你拍下来了。跟我玩失忆是吧？蝴蝶效应？什么效应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假冒你去酒吧祭奠了。因为原始代码世界里发生的一切，他都有记忆，所以他想伪造证据，打乱我们的调查。所以，在原始代码世界里的事件一旦发生改变，那现实世界也会联动改变。先回到8月5号这关键的一天，抓住那个家伙，验证我们的猜想是否属实。这一次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们还需要一个人的帮助。最后一次，梁教授，我只帮你最后这一次。怎么了？曼姐，我没打通教授的电话，你快上网！教授在原始代码世界里受伤入院的消息上热搜了。教授，林记者，你来了。教授，你找我来是为了今天的热搜吗？原始代码项目是个结合了很多人心血的项目，被国内外各方盯着。项目不完美属于正常现象，但现在科研危及性命的热搜实属无稽之谈。若是放任舆论影响，原始代码实验最终肯定会被迫终止。我明白您的担忧和顾虑，那我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呢？林记者，能不能请你出一篇正向的专题报道，让大众知道，原始代码是一个有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项目，而不是危及性命的黑科学。教授，我们的新闻报道一般都是客观、实事求是的，如果具有一定的引导性，可能会适得其反。除非我亲身体验原始代码，这样的报道才有真实性和说服性。不知道教授方不方便？当然，这是我们的荣幸。林记者要亲自体验原始代码实验，李教授答应了。老师为什么会答应让外人进来？因为想要林记者写一篇正面报道，消除现在的负面舆论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实验室被占用了，即使实验室不被占用，我们也没法进去。不进去就做不了实验，做不了实验，怎么抓 A 先生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可是就算我去实验室偷了原始代码转换器，离开了实验基地的范围，还是会接收不到信号。是啊，别想了，梁教授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在基地。倒计时的时间一到，
你要立刻按下按钮返回。放心吧，教授。8月5号。我说了不想考研，不想考研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？你凭什么自作主张给我报名？是遍地的落叶，是你是真的种，是纯白色的花朵流进了领口，是放手，是拥有，还是一笑而过？答案在你的眼中，我从来没读懂。是你轻轻地走，我用力地跟，踩着你的影子，想象你体温，不是我